当我缓缓睁开眼，眼前竟是我那已离世20余载的婆婆，她正怒目圆睁，手指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尖，唾沫横飞。于心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破坏我的家！她的声音尖锐而刺耳，充满了责备。不就是跟女学生说了几句话吗？你就跟发了疯的狗一样乱吠，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我反驳道，心中涌起一股无名之火。你自己管不住男人，还反过来责怪他，真是活该。婆婆的话语中满是嘲讽与不屑。有种你就离婚啊！我儿子可是大学教授，你一个家庭主妇，离了婚，看谁还敢要你这个二手货！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挑衅。妈，你放心，他是绝对不会离婚的。大姑子陈桃在一旁幸灾乐祸地附和着，正是她刚才怂恿婆婆给了我一巴掌，还敢砸东西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婆婆怒不可遏，而坐在轮椅上的公公则歪着嘴喃喃自语：打打！我知道他是在示意陈瑞动手。我肿着脸颊侧头望去，只见陈瑞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，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。我转头问陈瑞：你妈让我和你离婚，你同意吗？我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决绝。陈瑞连头都没抬一下，冷漠地说：我无所谓，你想离就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坚定地说：好，我同意离婚，明天就去民政局。陈瑞冷笑一声：离婚可以，但孩子你别想带走，家里也没有夫妻共同的存款，你一分钱也别想得到。这熟悉的威胁再次响起，但我已不再畏惧。回想起过去，我曾是个性情中人，第一次发现他出轨时，我就提出了离婚，但每次陈瑞都用孩子来威胁我，让我一次次妥协。然而此刻，孩子已不再是我的软肋。我心中暗自庆幸，仿佛老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。这一次，我再也不会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。我沉默不语，起身回到了那个狭小的隔间。其实那根本不是我的房间，而是公公房间外的一个临时搭建的小空间。公公中风后需要人照顾，我本以为可以白天照顾他，晚上由婆婆接手，这样我也能稍微休息一下。但婆婆却说她神经衰弱，晚上不能熬夜，一点声响都会让她失眠，于是让我搬到了这个隔间，就近照顾公公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冷笑。陈瑞住在宽敞明亮的大卧室里，每晚都能安然入睡。而现在，我决定不再迁就任何人。婆婆经常在小区里散布我不孝的谣言，那我就如她所愿，做个不孝之人，让陈瑞去做那个大孝子吧。我麻利地收拾好床铺，毅然决然地搬到了主卧。陈瑞见我搬进主卧，眉头紧锁地跟了进来。你搬进来干什么？晚上爸上厕所、喝水、翻身怎么办？他质问道。我毫不客气地将他的衣服丢了出去。我们都要离婚了，你爸就不再是我爸了，谁的爸谁照顾？你发什么疯？闹够了没有？陈瑞怒斥道。我微微一笑，我就闹了，怎么样？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在闹腾，无论是吵架、砸东西还是绝食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那不是真正的闹腾，只有让他们感到难受，才是真正的闹腾。你看，只不过是从隔间搬出来而已，陈瑞就迫不及待地跟进来质问我。要知道，在家里他每天跟我说的话都不超过3句。陈瑞沉着脸走出房间，我懒得理会他们一家人在外面如何议论纷纷。我换上新的床单，走进卫生间洗澡。往常这个时候，我该去接孩子回家了，然后马不停蹄地做饭、收拾碗筷，辅导孩子写作业，给孩子洗澡，最后再照顾公公洗澡、喂药。等公公睡着后，我才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。
在这个家里，我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。洗完澡后，我开始盘算自己的存款。大专毕业后没几年，我就结了婚。婚后，陈瑞的工资都交给了他妈妈，家里买菜的钱每周都要报备。我要用钱，还得向婆婆申请。陈瑞是绝对不会把钱给我的。但这些年，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收入来源。我的英文水平很不错，偶尔在外面兼职一次也能赚几百块。现在差不多有1万多的存款，虽然不多，但离婚后这点钱足够我支撑到找到新工作。再说房子的事情，我也不用担心。这个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，非常大，而且是婚前财产，陈瑞分不走。当初我一结婚，陈瑞就把他爸妈接了过来。大姑子没结婚之前也一直住在我家。我现在才醒悟过来，陈瑞跟我结婚很有可能就是贪图我的房子。他们一家人早就图谋不轨，想吃绝户。这次我绝不会妥协，一定要将他们全家都赶出去。此时门外传来婆婆砰砰的敲门声。于心，你躲在里面干什么？孩子快放学了还不去接，地上也不收拾干净点，你这个懒鬼！我打开门冷冷地说，他们不喜欢我去接，就让陈瑞去。婆婆尖叫道，陈瑞怎么能做这种事？怎么不能接？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。我反驳道，好，不接是吧？那大家都不接。婆婆威胁道，这是她惯用的伎俩。以前我虽然心里生气，但一想到孩子就先绷不住了，每次都默默把事情做了。但这次我偏偏不如她的意。很快我就听到门外砰的一声响，料想是婆婆出门了，她每天晚饭前是不会回家的。我打开门，看见客厅里除了一地的碎片，就只剩下轮椅上的公公了。我装作没看见，径直走进了书房，打开电脑，开始找工作。我的英文水平可不是盖的，大专时我学的是商务贸易专业，本身又非常喜欢英语，一直没有放下。我把简历写好，一口气投了上百家企业。做完这些后，我直接进了卧室，躺在床上开始睡觉。我现在太累了，什么都不想想，什么都不想管。饭呢？怎么没人做饭？婆婆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充满了不满和责备。你是个死人啊，在家不做饭，也不收拾屋子。她的语气中充满了愤怒和鄙夷。陈瑞，你看你找的什么女人，好吃懒做，在家躺着也不做饭，她是皮痒了，要造反是不是？婆婆的指责声此起彼伏，我被婆婆的声音吵醒，不耐烦地把被子蒙在头上。这时陈瑞不知何时进了房间，我火气一下子上来了，猛地坐起身来，怒视着他，你有病啊，没看见我在睡觉吗？陈瑞也怒了，睡，这才几点你就睡，为什么不做晚饭？我不吃，我冷冷地回答，没让你吃，妈让你做饭，你为什么不做？他质问道。我诧异地看着他，你听不懂还是脑子笨？我说了我不吃，谁吃饭谁做，你存心的吧？我妈怎么你了？你要这么闹？于心，你别太过分了。陈瑞气得脸色铁青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冷笑一声，我就过分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离婚滚啊，去找你的什么温婉，让他来伺候你们全家。陈瑞深吸了几口气，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。行，你不做，就让孩子们饿着吧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心里暗自嘀咕，这招真是老掉牙了，毫无新意可言。正当我们争执不下时，2个孩子陈团团和陈圆圆，一对9岁的双胞胎推门而入。陈圆圆一进门，目光就落在了我和陈瑞身上，他皱着小眉头问道，妈妈，你怎么又和爸爸吵架了？你就不能安静一会儿吗？陈团团在一旁附和着点头，就是妈妈，你的声音好大，而且
你今天都没去接我和哥哥。陈瑞的脸色阴沉如水，他瞪着我，对孩子们说：看看你妈都成什么样子了，你们以后千万别跟她学，简直像个泼妇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我一听这话，气得差点背过气去。我冷冷地盯着这两个小家伙，心里不禁感叹，基因这东西真是太强大了。陈圆圆和陈团团完全继承了陈家那自私自利的秉性，他们每次只看到我在家里大声吵闹，却从不问缘由的站在陈瑞那边。回想起上一世，我病得奄奄一息，他们想的却是如何把我赶出家门，而不是带我去看病。我终于看明白了，什么老公孩子，这样的老公孩子，我宁愿不要。我勉强挤出一丝皮笑肉不笑的笑容。好啊，我不跟你爸吵了，快点把你爸带出去，我今天头疼的厉害。你们两个也别来吵我。两个孩子面面相觑，不明白为什么今天我突然就不吵了。陈瑞瞪大了眼睛，冲我吼道：孩子都回家了，你还睡什么？快去做饭。我理都不理他，径直走到一旁坐下。陈瑞见我没反应，更加大声地喊道：于心，你听见没有？我依然不为所动。陈瑞见状，继续咆哮道：你耳朵聋了是不是？我叫你去做饭，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都说了，只是跟学生正常聊天，你这样是不是太霸道了？以后别人怎么看我？我缓缓起身，招手示意两个孩子过来。等他们走到我身边，我轻声说道：我现在没吵架，是你爸一直在吼，你们能不能让他安静一点？他还是个教授呢，怎么一点素质都没有？你们以后可千万别学他，跟个神经病似的。两个孩子抬头看了看陈瑞，小声说道：爸爸，你别吵架了。这时婆婆突然冲了进来，一把推开两个孩子：你们两个知道什么？你爸那是在管教自己的女人。陈团团被推了一下，一个趔趄摔倒在地，疼得哇哇大哭起来。婆婆吊着一双三角眼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：哭什么哭？赔钱货就知道哭，家里死人了啊，你这么哭？如果是以前，我肯定早就扑上去搂着陈团团跟婆婆吵起来了，但现在我没那么傻。我知道曾经这两个小家伙被婆婆几句话就蛊惑得晕头转向，完全忘记了他们小时候的事情，还让我大度些。哼，现在我就要看看，没了我的庇护，他们还能不能记得婆婆的好。陈瑞皱眉看了婆婆一眼：好了，妈，别说了，先去做饭吧。婆婆瞪大了眼睛：我做？那她干什么？陈瑞无奈地叹了口气：她今天不舒服，这次您做吧。我冷眼看着婆婆，心里暗自得意，看吧，只要心够狠，什么都能做成。婆婆出去后，陈瑞带着两个孩子也出去了。我叫住他：别忘了明天去民政局把证领了。陈瑞猛地转过头来：好，去就去，到时候你别后悔。当天晚上，我万事不管，任由婆婆在厨房里乒乒乓乓的做饭，还边做边骂。她不光骂我，还骂两个孩子。孩子的作业我也不辅导了，陈瑞没办法，只能自己带着两个孩子辅导。隔着房间，我都能听到陈瑞的咆哮声，我不禁觉得好笑。从前我辅导孩子的时候，个个都说我脾气不好，教不好孩子。现在陈瑞辅导了，婆婆却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好不容易等到给两个孩子洗完澡，公公又拿着竹竿敲地板，这是婆婆专门给公公做的信号棒，每次有事就用这个敲地板，我就知道她又想找我麻烦了。但今晚我当然不会过去。于心，快点，你爸拉了，赶紧过来收拾啊！婆婆在门外大声喊道：听见没有？要死了是不是？婆婆把门敲得震天响。我走出去，
冷漠地说道：“我和陈瑞马上就要离婚了，我没义务照顾他。”陈瑞孝顺，找他吧，你这个黑心肝的！陈瑞倒了8辈子霉才娶了你。婆婆怒斥道。我淡定地对了回去，后悔了。好啊，赶紧离婚，外面有的是女人排着队要嫁给你儿子呢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心里真是痛快极了。婆婆舍不得陈瑞去照顾公公，就只能自己骂骂咧咧的去收拾。公公又拉又尿的，折腾了他好几次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就起床收拾东西，听到婆婆在厨房里抱怨道：“儿子，你真的要离婚啊？我老胳膊老腿的，昨晚可累死我了。以后家里的事情谁做啊？”妈，你放心，陈瑞安慰道，我就是拿离婚吓一吓他。等签字了，还有3个月的冷静期呢，到时候他准反悔。这段时间您先辛苦一下，让他知道家里有他没他一样赚。等他不闹腾了，这些事还是他来做。婆婆笑出了声，还是你有文化。婆婆夸赞道，我看你也别惯着他了，给他脸了敢跟我叫板。陈瑞得意的笑了笑，知道他最怕我生气，我一生气他就跟个鹌鹑一样。这次咱们好好治治他，听你的，儿子。婆婆附和道。我冷笑一声，想起上辈子他们也是这样，答应了我离婚，可还没到民政局呢，我就因为害怕孩子被陈瑞带走而反悔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就低了陈瑞一头。每次陈瑞出轨，他都张口闭口让我离婚，可那时候我已经没了离婚的勇气了。这时，陈瑞从房间里走出来，看到我坐在沙发上，厌恶地说道：“不是要离婚吗？走吧，2个孩子还没上学呢。”听到我要离婚的消息，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我。妈妈，你要离婚吗？我点点头。你爸爸说要带走你们，你们以后就跟着爸爸。还有，你们赶紧收拾东西吧，离婚后你们就和爸爸搬出去了。你爸爸有钱，会给你们买大房子住的。陈圆圆高兴地点点头。那我要婉婉姐姐给我当妈妈，她好温柔的，还会给我讲作业，冲我笑呢，一点也不像妈妈那么凶。陈团团也接着开口说道：“我也要婉婉姐姐，她好漂亮，妈妈不漂亮。爸爸以后我是不是也有漂亮妈妈去接我放学了？”我笑着对他们说：“那你们快帮妈妈劝劝爸爸，把婉婉姐姐娶回家，你们很快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了。”婆婆一听这话，急得冲了出来：“什么？要我搬出去住？这是我儿子家，我不搬。”陈瑞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。于心，你真的要这么逼我吗？陈瑞，这怎么能是逼你呢？我反问道。我们离婚了，你和温婉结婚，总不能还住我爸妈的房子吧？他看到这里都是我生活的痕迹，也会不开心的。你是教授，不会还想要贪前妻的婚前财产吧？传出去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陈瑞阴沉着脸和我一起来到了民政局。我笑吟吟的站在一众离婚的人中间，显得格外显眼。工作人员很快将离婚协议递给我，看看这份协议吧，孩子跟男方，女方净身出户，没有存款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我扫了一眼协议，淡淡的说道：“没问题。”陈瑞艰难地点了点头。旁边有人小声嘀咕道：“什么男人啊，让老婆净身出户！”呸！陈瑞转过头去，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。离婚后的第7天清晨，我站在镜子前，系上那条绣着雏菊的围裙，细密的针脚已经起了毛边，油渍在晨光下泛着诡异的光。这曾是我在厨房奋战的战袍，如今却要成为扎进他们心口的刺。我冷笑一声，将它叠好放进包里，金属拉链咬合的声音清脆的像一声嘲讽。民政局门口，陈瑞的皮鞋在水泥地上碾出焦躁的纹路。
他身旁的温婉穿着白衬衫黑裙子，领口别着珍珠胸针，像朵无害的白莲花。可我分明记得3个月前的雨夜，他撑着伞依偎在陈瑞怀里，水珠顺着伞骨滴在我新买的羊毛大衣上。于心，你别太过分。陈瑞喉结滚动，领带歪斜的不成样子，孩子的事还没谈妥。我晃了晃手机，离婚协议写得清清楚楚，孩子抚养全归你，倒是你什么时候从我的房子里搬出去？阳光穿过他身后的法国梧桐，在他脸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阴影，就像我们这10年婚姻里数不清的谎言与算计。温婉突然伸手触碰我的衣角，姐姐，孩子还小，能不能？啪！我的手重重拍在民政局冰凉的金属门框上。你算哪根葱？有资格跟我说话？陈瑞，你要是再磨蹭蹭，我现在就报警，说你非法侵占他人财产。陈瑞的指节捏得发白，指甲几乎掐进掌心。就在这时，尖锐的刹车声刺破空气，婆婆骑着电动车横冲直撞而来，后座的陈团团被颠的脑袋磕在他背上。于心，你这个贱人！他扯着嗓子冲过来，灰白的头发在风里炸开，凭什么赶我们走？这是我儿子的家。我轻巧的侧身躲过他挥来的巴掌，从包里掏出围裙甩向温婉，绣着雏菊的布料在空中划出弧线，啪嗒一声落在他精致的白衬衫上。从今天起，这围裙就归你了。以后每天4点起来做8口人的饭，记得把公公的屎尿擦干净，别像某些人一样只知道享福。温婉的睫毛剧烈颤动，指尖捏着围裙边缘，仿佛那是块烧红的烙铁。陈团团突然哇地哭出声，妈妈，我不要婉婉姐姐做饭，她上次把鸡蛋炒糊了，还凶我。闭嘴！婆婆反手给了孩子后脑勺一巴掌，没出息的东西。于心，你别得意，孩子迟早会认清楚你的真面目。我弯腰捡起陈团团掉在地上的小熊书包，拉链上的挂坠硌得手心生疼。随便你们怎么说。对了，陈瑞，你的工资卡是不是还在你妈那里？记得要回来，不然以后温婉可有的苦吃了。陈瑞的瞳孔猛地收缩，而温婉已经踉跄着后退2步，珍珠胸针在他胸前剧烈摇晃。我踩着高跟鞋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婆婆尖利的咒骂和陈圆圆的惊呼声，混着陈瑞压抑的怒吼，像团乱麻被丢进滚烫的油锅。离婚后的第1周，温婉就把家里搞得一团糟。清晨6点，陈团团饿着肚子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垃圾桶里被倒掉的冷粥和发黑的煎蛋，委屈地说，婉婉姐姐，我想吃昨天妈妈做的鸡蛋饼，爱吃不吃？温婉裹着真丝睡袍，不耐烦地把手机往桌上一摔，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戳向陈团团，你以为我是你保姆？说完，他转身回房，高跟鞋的声音在空旷的客厅里格外刺耳。中午，陈圆圆放学回家，发现餐桌上只有2包泡面。婉婉姐姐，奶奶和爸爸呢？她小心翼翼地问。管他们去死！温婉正对着镜子补口红，头也不回地说，你爸去学校了，你奶奶出去打麻将，别来烦我。陈圆圆看着泡面里浮着的油花，想起妈妈在食餐桌上的4菜1汤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晚上，公公的房间传来阵阵恶臭。自从我走后，公公的屎尿都没人及时清理。温婉捏着鼻子推开房门，破口大骂，老东西，你就不能憋一憋？他粗暴地扯下脏床单，随手扔在地上。公公呜呜咽咽的想要解释，却只换来他更凶狠的推搡。第2周，矛盾彻底爆发。
婆婆打完麻将回家，看到家里乱七八糟，厨房水池里堆满油腻的碗碟，顿时火冒三丈。温婉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？家里比垃圾场还脏。温婉翘着二郎腿躺在沙发上追剧，头也不抬地说：我又不是免费保姆，要干净你自己收拾。你，婆婆气得浑身发抖。我儿子娶你回来是干什么的？连个家都管不好。你儿子？温婉冷笑一声，他的工资卡都在你手里，我图什么？要不是看在陈瑞的面子上，我才懒得伺候你们这一家子。两人越吵越凶，陈团团吓得躲在桌子底下，捂着耳朵直掉眼泪。陈圆圆冲过去挡在弟弟面前，大声喊道：别吵了，却被婆婆一把推开，滚一边去，没出息的东西。第3周，陈瑞发现孩子们身上有淤青。那天他下班回家，陈团团穿着长袖衣服，却在吃饭时不小心露出手腕上的伤痕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陈瑞皱着眉头问。陈团团低着头不说话，陈圆圆却哇地哭出来：爸爸，婉婉姐姐用衣架打我们，说我们吃饭太慢。陈瑞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冲进卧室质问温婉：你为什么打孩子？他一把抓住温婉的胳膊，温婉用力甩开他的手，尖叫道：还不是因为你妈，她天天对我指手画脚，你又不管事。我心里憋屈，打他们2下怎么了？你太过分了。陈瑞扬起手，却被温婉一把抓住。你敢打我？温婉大声哭闹起来。陈瑞，你别忘了，我手里可是有你出轨的证据。陈瑞的手僵在半空，最终无力地垂下。1个月后，深夜11点的写字楼格外寂静。我盯着电脑屏幕上最后一行报表，突然被手机铃声惊得一颤。陈瑞的名字在黑暗中闪烁，仿佛某种不怀好意的预兆。于心，求你回来吧。听筒里传来刺耳的电流声，混着玻璃杯碎裂的脆响。温婉根本不会照顾孩子，我妈天天跟他吵架，我工作也做不下去了，关我什么事？我转动僵硬的脖颈，后槽牙咬得发酸。当初是谁说我是二手货？离了婚没人要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。妈妈，你回来好不好？陈圆圆的声音突然插进来，带着浓重的鼻音。婉婉姐姐打我，用衣架抽我的腿，奶奶说我活该。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记忆突然翻涌，3年前陈圆圆高烧40度，我背着她在雨里狂奔3公里去医院，陈瑞却在书房和温婉视频聊天。陈圆圆，妈妈不是超人，救不了你们。我挂断电话，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窗，眼泪砸在键盘上，晕开一个个深色的小坑。又过了半个月，超市冷藏柜的冷气裹着酸奶促销的广播扑面而来。我正挑选脱脂牛奶，忽然听见身后传来重物坠地的声响。陈桃的帆布包滚到我脚边，露出半盒降压药和皱巴巴的超市小票。于心，你满意了？他的头发油腻的粘在额角，黑眼圈深得像2道淤青。我弟弟现在工作没了，因为家暴女学生被学校停职，温婉跑了，孩子天天哭闹，我妈气出了脑溢血。冷藏柜的灯光在她脸上明明灭灭，我却想起离婚那天，她站在婆婆身后，用口型对我说：赶紧滚，这都是你们自找的。我把牛奶放进购物篮，金属边缘撞出清脆的声响。当初你们怎么对我的，现在报应来了，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吗？陈桃突然抓住我的手腕，指甲几乎掐进肉里。那2个孩子可是你的亲骨肉。亲骨肉！我突然笑出声，惊得货架旁的导购员看过来。陈团团5岁那年肺炎住院，
是谁说浪费钱非要出院？陈圆圆被同学霸凌，是谁说男孩子就该忍着？陈桃，别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你们陈家才是罪魁祸首。他的手无力地垂下，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我弯腰捡起他的帆布包，放在购物车旁，转身时听见他抽噎着说：我爸昨天走了，没人管他换尿布。半年后，春日的柳絮飘进办公室，班主任的电话来得毫无预兆。陈团团在学校和人打架，把同学的鼻梁打断了。我赶到教室时，正看见他被教导主任按在椅子上，校服袖子被扯烂，露出青紫交错的伤痕。妈妈，你不要我了吗？他突然挣脱束缚，扑进我怀里，身上混着烟味和消毒水的刺鼻气息。爸爸天天喝酒，用皮带抽我。奶奶住院后，家里连热水都没有。我摸着他后颈结痂的伤口，想起从前他总爱把小脸埋在我颈窝，说妈妈香香。团团，不是妈妈不要你，是妈妈实在撑不下去了。我的眼泪滴在他脏乱的头发上，有些伤一旦造成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妈妈会帮你，但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医院消毒水的气味刺得鼻腔发疼。婆婆躺在 ICU 的病床上，插满管子的手瘦得像鸡爪。看见我进来，她浑浊的眼睛突然睁大，监护仪发出刺耳的警报声。于心，我错了。她的声音气若游丝，输液管随着颤抖的手指摇晃。求你原谅我们，回来照顾孩子们吧。我从包里掏出叠好的围裙，放在床头柜上。绣着雏菊的布料已经褪色，油渍却顽固地附着在纤维里。阿姨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窗外的阳光穿过百叶窗，在她脸上切割出整齐的阴影，就像我心中那些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。孩子们，我会帮忙，但我不会再回到那个家。走出医院时，柳絮落在肩头，像一场不会融化的雪。手机在包里震动，是新男友发来的晚餐邀约。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文字，突然想起离婚那天丢进垃圾桶的结婚照，照片里的陈瑞笑得那样温柔，而我眼里闪烁的光，早在无数个独自照顾公公的深夜里就已经彻底熄灭了。